大道上的一间公寓里，住着一对风格完全不同的夫妻。女主人欣赏老好莱坞的魅力，同时也追求天然有机的非正式感。她的丈夫则较为正经，是那种穿着优雅品味的西装和领带的男人。设计师 Brock Forsblom 希望带给这对夫妻和他2个年幼的孩子一个休闲随意却又光彩迷人的家。还要有很多的植物，稍后会再说明。这套公寓位于一栋70年代的建筑中，它原本是一套经典的6房公寓，有着9英尺高的天花板，上头贴着传统天花板贴面装饰。经典6房公寓是房产业的一个专有名词，主要是指2战前期流行于纽约的6房公寓格式。这些公寓原则上会有2间睡房、1个客厅、1个厨房、1个正式的饭厅，还有1间佣人房。佣人房会有属于自己的浴室，而浴室的数量则不列入房数中。佣人房可以被改为第3间睡房，只是佣人房通常在厨房旁边，而且房间面积较小。现在很多人会把这个空间改为客房或是书房。这次的改造几乎是彻底的大翻新，整个工程花了大约1年的时间才完成。设计师 Forsblom 乐于接受这项从设计踢脚板到设计门面镶板以及统整家具和装饰的挑战。房屋内位于中央的墙面被打掉，但保留了这2个房间原始的橡木凡尔赛地板，再经过打磨和漂白的工序。设计师形容橡木地板就像是地板界的黑色晚宴小礼服。为了保持统一性，房间内都有相同的天花板灌顶饰条贯穿整间公寓，每个窗户也都有相同的结构细节。设计师说，打造一个干净利落的建筑环境是很重要的观念，因为基于此原则，设计可以走得很俏皮风趣，同时可以保持利落和清新感。他还尽量避免纽约公园大道上的公寓中时常出现的集体风格，例如英国乡村客厅、乔治亚式饭厅和法式图书室。Forsblom 形容这种设计风格的房子为装载着300年历史的古董盒。公寓内的设计风格则是在设计初期就设定好了，是50和60年代的欧洲氛围，其特色是低矮且富有曲线的视觉感。Forsblom 描述这次的设计概念：可水洗的高级绒毛，一个对宝宝友善又令人陶醉的酒吧。我想设计师是想表达一种对立的融合感。本专案的大多家饰软件是在专案初期，设计师 Forsblom 2次前往巴黎时，与业主透过简讯讨论后所购入的，但最终的结果很棒，客户相当满意。刚好在装修期间，业主他们继承了一些艺术品，而设计师在巴黎所添购的家饰品，主要就是为了锦上添花，衬托出这些艺术品的价值。否则，若没有这些艺术品，想打造如此令人惊叹的氛围，可能没那么容易。走入玄关，映入眼帘的是艺术家 Larry Rivers 的一幅雕塑式艺术品，内容是骆驼牌香烟纸盒。玄关的棋盘格大理石取代了旧的大理石地板。在客厅里，蓝色海毛天鹅绒的沙发是客户原有的，现代意大利式吊灯是来自巴黎跳蚤市场。饭厅取代了原本客厅的位置，饭厅的聚焦点是在法国跳蚤市场所购入的70年代天然冻石餐桌。一扇15英尺宽的窗户让新的开放空间明亮而且通风。即便如此，还是少不了新颖的设计思维。空间规划的越开放，对于建材的选择就要严谨，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将会摊在眼前。设计师表示，这迫使他必须维持谨慎高速的步调，但他享受这样的节奏。一旦决定了哪些建材，他们立刻就会被归到他们该去的地方。我们试图为这栋建筑建立一个清新的定位，这样当人在空间中移动时，观感才会和谐一致。设计师非常喜欢由客厅、厨房和早餐室形成的开放空间。Forsblom 说，突然间一切都让人感觉很有活力，很性感，很适合居住。在书房， Forsblom 将木质书柜漆上独特的蓝色，并将其部分维持在最简单的状态，避开太抢眼的面料与颜色，以免喧宾夺主。但使这次的设计风格如此匠心独具的工程们，并不只是家具或装饰艺术品，还有室内生意盎然的植物。这对夫妻在最初就要求一面绿意盎然、充满生机的墙。
Forsblom 听了便嗅到了一个可以让他表现极繁主义的机会。植物可以兼具雕塑的功能，就算是到处摆放也不会令人觉得荒谬。Forsblom 说，我知道这里是纽约公园大道，我也知道这里应该要出现很多的天鹅丝绒，我更知道在这个地段上的公寓应该要金碧辉煌，但我感觉如此的设计并没有温度，因此我认为植物在这个时候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且是大量的植物。他的客户也同意，有那么一刻你会忘记自己其实是在水泥丛林里。设计师 Forsblom 最后分享，留下一些完好无缺的部分，以保留公园大道公寓的气质，而其他一些部分则是进行断舍离，这是打造此空间极大魅力的撇步。